昨天节目我就说开弓没有回头箭，如今美国终于也是被我们一步步诱敌深入到了悬崖的边缘。今天看到 X 上面大量的评论在喊话特朗普，说建完仓就快点 taco 吧，不就是整个老鼠仓吗？美国人民见怪不怪了，还真把全美国人都压上去往火坑里跳吗？从军方到 MAGA， 一个两个都是死队友不死贫道的算盘，谁愿意真的去硬刚东大呢？大家看看昨天美股的架势啊，有没有想起一句名人名言，叫做投降输一半啊，川收手吧。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川普还有多少taco的空间呢？如果说贴脸开大的诺奖揭穿了川普竭力裱糊的平息8场战争的赢学叙事，那么我们这次的稳准狠的反制，其实也就断了美国霸权的后路。可以说，从4月开始，我们看似是岿然不动向内动员，其实是稳扎稳打。到现在这一刻，美国的霸权身后早已是万丈深渊。首先大家要明白，步步为营的意思就是说啊，轻易不动，动则必然改变现实结局，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式去发展。所谓上兵伐谋嘛，从头到尾都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们从不会轻易的回应现在白宫那套凭空造牌的政治游戏，而是只要有所行动，必然蛇打7寸。纵观中美这场较量的时间线啊，其实就是一场美国不断失去秩序主导权的过程。5月10号到11号，中美在瑞士日内瓦会谈，双方开始磋商。之后每个月都有一场高级别的经贸磋商会议，都是边打边谈，像极了51年中美朝鲜停战协议时候的那种谈判方式。当时的策略就是以打促谈，让对手看清形势，才能放弃漫天要价。当年我们百废待兴，积贫积弱，都是寸土不让。如今民族崛起，国家复兴，要是能被他2句话就吓破了胆，那才是无颜面对列祖列宗了。于是6月磋商达成了一个框架协议，7月双方在瑞典磋商，9月双方在西班牙马德里继续。就在9月谈完的时候，我做了一期节目，说谈得好，谈得太好了。依据就是美国很想要一个协议，甚至做出了愿意在制裁我们的事项上适当让步的这样的一个表态，而我们根本就没谈美国要谈的内容。你的虚空造牌的制裁就自己拿个鸡毛当令箭吧。我们要聊的是全球贸易秩序规则的重构，以及如何定位中美各自在未来世界贸易格局中的角色的问题。不按我的聊，那就不用聊了。而且美国对此还无能为力，这就是谈得好，谈得有节奏、有目标的迹象。当时我也说，那一次谈得好，真正不会体现在联合公报里，而会在之后的两方的操作里有所体现。这不就来了吗？首先啊，每次磋商之后都没有太具体的成果出来，美方代表呢就是不断的强调，中方很强硬，而川普呢在4月之后其实一直不断的在降低调门，不断的营造一种即将有领导们见面的预期。归根结底其实是整个美国啊都在寄希望于这位大统领能够凭借忽悠到他们选票的那套交易的艺术，在我们领导这里也忽悠到一些便宜。现在只靠官方谈判是希望渺茫的，因为他们也知道自己手里什么牌都没有。要是真的有好用的牌，拜登早都用完了，还会留给川普吗？而对于我们来说，时间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首先，我们的领导集体是稳定的，反内卷 2.0 的巨大推动下，高科技企业正在挣脱流动性枯竭的泥潭。随着咱家资产价格的修复，内需也在发挥新的循环引擎的作用。而对比之下，美国面对的是还有不到1年时间的中期选举周期，国内不断极化的政治分裂，两党在没有共同利益调和的情况下，彻底进入了党争的内耗和彼此的掣肘。政府停摆，经济数据恶化，而我们早早埋下的暗子正在斩断美国下个阶段谈判中所有的退路。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第一道天雷就是美国的大豆快烂了。24年中国进口大豆 1.05 亿吨，其中从美国进口的是 21.1%， 占美国出口大豆的一半，从巴西进口 71.1%。4月关税战中，我们第一招就是对美国大豆加征关税，此后美国大豆就有了落豆归根的保障，再也不用远渡重洋了。2025年1月到8月，中国从巴西和阿根廷进口的大豆几乎替代了美国豆的全部份额，从美国进口的只有1000多万吨，很多还都只停留在纸面上。而现在呢，政权摇摇欲坠的米莱在阿根廷也是一点没客气。9月豆子对华出口的时候，直接就把农产品的税给免了，卖给中国的大豆船走了之后呢，又把税给加上了，就差直接说龙哥就是我阿根廷的 VIP， 天王老子来了，也是赚钱最重要。而现在既想保住阿根廷的亲美政权，又得向国内的农民有个交代的董王，其实是焦头烂额的。现在美国在南美和拉美的处境就是这样，既不能失去这里的地缘控制权，否则阿根廷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巴西，但是它又没有多少真金白银可以让南美发展。
这就是我们从老早以前在拉美和南美埋下的第二个案子，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南美大规模的上基建项目，提供相应项目的技术培训，既不搞垄断也不搞渗透，纯粹就是给你挖个鱼塘，手把手的教你养鱼，然后说学会了养鱼以后再把鱼卖给我就行了。我们最初是在2015年中拉论坛上确立的1+3+6的合作新框架，同年厄瓜多尔水电站并网发电，牙买加的南北高速公路建成通车，17年巴拿马加入了一带一路，巴西的美丽山特高压输电项目也投入了运营，18年多米尼加和萨尔瓦多与台断交，古巴加入一带一路，19年中原海运收购秘鲁前开港码头60%的股权完成交割，20年墨西哥地铁改造项目交付，随后阿根廷与3家中企签订了贝尔格拉诺的货运铁路项目，运力大大提升。21年巴西和乌拉圭加入了金砖，22年阿根廷和尼加拉瓜加入一带一路，23年委内瑞拉成为我国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国。巴西淡水河谷和中国金科能源合作的塞拉多骄阳项目也启动了，成为拉美最大的太阳能项目。24年就来到了整个布局的最高潮部分，前开港。前开港有着整个南美都稀缺的深水航道，可容纳30万吨级的货轮，相比巴拿马运河8万吨的通行限制，其战略价值不言而喻。而2025年中巴宣布建设的两洋铁路将形成陆海联运网络，因为我们的建设使南美成了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重要地缘枢纽，就这个利好，美国拿什么来替换呢？大家有一个地缘概念啊，不是先有了亲美或者亲哪一方的政府，才有了这个政府得到支持获得执政地位的结果，而是先有了依靠某一国的利益集团